都坐都坐，趁热吃。这狮子头我守着小火炖了整整3个钟头。爸，谁让你做这个的？这一进门满屋子都是油烟味儿。小梅，这是我特意给亲家做的。我爸是吃惯了大酒店的人，你这盆黑乎乎、油腻腻的东西端上桌，你是想丢谁的脸？今天是我62岁的生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就想着一家人吃顿我亲手做的菜。生日？你哪天不是过日子？今天我爸过来，我在酒店点的菜马上到了，你别杵着了，把你这些上不了台面的菜收一收。爸爸，今天是爷爷生日，咱们不给爷爷过吗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别管。这位是请的钟点保姆。爸，这是建国他爸。你这房子是不算小，就是这个地段差点意思。岳父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们正打算换到市中心去。做人呐，就得往高处走，整天围着锅台油盐转的，一辈子也就那样了。爷爷吃肉。郑小宝，谁让你嫁给他的？我想吃爷爷做的狮子头，爷爷做的最好吃了。爷爷做的最好吃了。你爷爷那破菜有什么好吃的？妈一会儿给你点炸鸡。孩子说想吃我做的菜，这一句比刀子还扎人。小宝乖，下回爷爷单独给你做。爸，您吃饭慢点，别吧唧嘴，我爸最烦这个。爸，您今天就消停点行不行？老丈人头一催上门。建国，我做了一辈子的菜，那盆狮子头当年在聚仙楼。当年，您都念叨800遍了，您那点上不了台面的乡下手艺，搁现在谁还稀罕？我郑德旺做了40年厨子，当年那盆狮子头，省里来的领导吃完，拍着桌子叫好。行，我不说了。爸，不是我说您都这岁数了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提他干嘛？您就安安生生在家待着，比什么都强。建国，你小时候发高烧，是我背着你走了10里夜路去的医院，那年也是冬天。行了，又来了。爸，碗刷完了，沏壶茶端出来，我爸等着喝呢。手脚麻利点，别一身油味往客厅里凑。亲家，您尝尝这茶，你身上这股油烟味儿。先去把手洗干净了再来。我端着茶站在那儿，这才一会儿，我这个亲家从头到尾把我当成了请来的保姆。来，尝尝我特意给您买的点心，200多一盒呢。还是闺女懂事儿，建国娶了你是他3辈子修来的福。爸，您就别夸我了，我这也是没办法。家里这一摊子总得有人撑着。岳父，您今晚就这间客房，朝南，采光好，床垫是我们刚换的乳胶垫，睡着舒坦。还算像样。爸，卫生间在里头，热水24小时都有，您随便用。爸，您今晚就先在这儿对付一宿吧，东西多您挪一挪就能躺下。小梅，里头那间客房那是给我爸住的，我爸是什么身份，你是什么身份，这能一样吗？一墙之隔，亲家睡乳胶床垫的客房，我睡杂物堆里的折叠床。您就别挑了。老丈人难得来一趟，您让让怎么了？行，我让。秀兰，你睁眼看看，我把咱们的儿子讲成了这副样子。当年你走的时候，攥着我的手说，把建国拉扯大，让他做个好人。我做到了前半句。爸，明儿早上6点起来买菜做早饭，小宝7点要上学，手脚利索点，别耽误事儿。知道了。老板，
这排骨怎么卖？18块1斤。那给我来半斤吧，给孙子炖个汤。我活了62岁，活成了个处处伸手要钱的人。爸，别买排骨了，那玩意儿贵，买点青菜对付一下。小宝早上喝粥就行了。对了，回来的路上把我爸的西装从干洗店取了，380，你先垫上。小梅，我手头没那么多钱。真是的，挺大岁数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。早饭就喝这个。爸，这是我特意给您买的，您尝尝。还是闺女懂事儿。妈，我也想吃。这是给你姥爷的，亲家公吃润口糕点，亲孙子喝一碗清水粥。爸，跟您商量个事儿。说，您那套老房子一个人也住不过来，整个空着也是空着，卖了钱凑个首付，咱们换套市中心的学区房，小宝上学也方便。您就安安心心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，多好。那房子是你妈还在的时候，我们俩一砖一瓦，1块钱1块钱攒下来的。我妈都走了20年了，您还死守着那破房子干什么？建国，那房子要是卖了，我往后住哪儿？住这儿啊，爸。那储物间您不是住的挺好吗？再给您添张正经点的床，不就齐活了？那房子是秀兰给我留的最后一点念想，这房子我不卖。卖了它，我这辈子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建国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我爸又发话了，市中心的学区房这回必须给我落实。小宝明年就升初中了，没个好学区，以后怎么办？咱们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吗？商量个屁！首付还差60万呢。你爸那房子卖了，正好够。可他那房子又死活不肯卖。不肯卖，那就由不得他了。今晚你直接把过户手续打印出来，拍他面前让他签，他敢不签，咱就来硬的。我这把老骨头在他们眼里连那套老房子都不如。爸，房子过户的手续您签个字吧。这么急？小宝的入学材料下个月就要交了，再不办就来不及了。爸，您就别犟了，行不行？建国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爸，您又来了，不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菜吗？几十年的菜。亲家，恕我说句直话，这年头厨子算个什么本事？我女婿好歹是坐办公室拿工资的体面人，您呐，认命吧。认命？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跟谁认过命。爸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房子我不卖。凭什么不卖？你住着我们家，吃着我们家的，连一套破房子都舍不得拿出来。我住的是你们家的储物间，我吃饭用的是缺了口的破碗。我给你们当了3年保姆，1个月就50块零花。这个家哪一样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你们家？行，你有本事就别住这儿，你走啊！好，我走。爷爷别走，爷爷我要吃你做的狮子头。别拦着他，让他走。 62岁，被一手养大的儿子撵出家门，我连今晚睡在哪儿都不知道。秀兰，你说我是不是把这个家经营得太失败了？郑师傅，您是郑德旺师傅，你是？我是周大海啊！20年前在聚仙楼，您手把手教过我颠勺，您还罚我站着练了3个月的刀工。小海，你这小子都胖成这样了。师傅，您这大半夜的怎么一个人在街上转悠？布包都拎上了，这是？儿子，不要我了。他敢！师傅，您当年在聚仙楼，那可是镇店的头号台柱子，多少大老板排着队点名要您掌勺。您儿子他知不知道他爹是谁啊？那都是老黄历喽。唉，我现在啊，就是个没人要的糟老头子，一身的油烟味儿，
连口热乎饭都没人愿意跟我一块儿吃。师傅，这话我可不爱听。当年要不是您，我周大海早饿死街头了。我爸妈走得早，是您把我带进聚仙楼，管我吃，管我住，还教我一身的本事。多少年的事儿了，提他干嘛？师傅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您以后就住我这儿，楼上正好有间空房，我给您养老。我哪能白住你的？我这把年纪干不动了，是个累赘。白住什么呀？您要是肯赏脸，帮我这破店涨2天勺，那是我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我这店啊，就是缺个真正的师傅。师傅，委屈您先住这儿，等过2天我把隔壁那家收拾出来，给您弄个大点的。小海，这屋比我那个家暖和。整整20年没正经掌过勺了，我这双手还行不行？师傅，您先歇着，别瞎琢磨了。今晚好好睡一觉，啥事明天再说。师傅，您这手艺20年了，竟然一点都没退。来尝尝，给我评评，火候过不过？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蛋炒饭。师傅，您这一手开10家店都不够卖的。手艺这东西，一旦刻进了骨头里，就忘不掉了。一碗蛋炒饭罢了，只当你这么咋呼。师傅，您往后就在我这后厨掌勺，工钱我1分不少给您，咱这小店要靠您翻身了。听说没？老周快餐新来了个老师傅，那蛋炒饭那狮子豆绝了。我专门坐了40分钟公交过来的，就为尝一口。听说你们这儿新来了个高人，我一个老朋友昨天在这儿吃了顿饭，回去跟我念叨了一整晚，我特意开车赶过来的。这位老板，里边请，我这就让师傅给您露一手。老师傅，您以前是在哪家店里干的？这手锅气不是一般的小馆子能练出来的。聚仙楼掌过20年的勺。您是郑德旺郑师傅。当年那道翡翠狮子头名动全城，连省里领导都点名要尝的郑师傅。20年过去了，这世上竟然还有人记得那道菜。我退隐20年了，老板您认错人了吧？不会错，绝不会错。郑师傅，您当年那道菜的照片，到现在还挂在我们餐饮协会的荣誉墙上。鼎丰集团，全城最大的餐饮集团，师傅，这可是大老板啊！郑师傅，我也不跟您绕花子，我手底下28家高端餐厅，最缺的就是您这样真正的镇店宗师，年薪60万，外加门店分红，您来不来？60万1年？苗老板，我老了，掌不动大店喽，在小海这儿炒炒饭，做做家常菜，挺好。郑师傅，您这是明珠暗投啊！这样，您要是嫌坐班累，我有个难题，想请您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有一位贵客，是我们集团20年的老主顾，脾气古怪，嘴极刁。下周他要在我们鼎丰阁宴请一桌鼎鼎重要的客人，我把全城排得上号的大厨都请遍了，没有一个能让他点头。他要吃什么？他说他这辈子山珍海味吃了个遍，就付一道菜，20年前聚仙楼的翡翠狮子心。可那位创菜的师傅20年前就退隐了，活不见人。全城上下没有一个厨子能复刻出那个味儿。那道菜是我创的。我就知道，郑师傅，您要是肯出山露这一手，我按市价的5倍给您酬劳，您开个价。行，这道菜我做，但有个条件。您说，别说1个，10个我都答应。我用的食材，我的手法，谁都不许插手。还有，让小海给我打下手。成，全听您的。就这老头，苗总从哪个犄角旮旯里请来的？听说是个开路边快餐店的，炒蛋炒饭的水平，能行吗？咱们鼎丰阁的招牌可别砸在他手里。都给我安静！今天郑师傅掌勺，你们几个全都给我老老实实打下手。苗总，不是我说，这道翡翠狮子头我也做过。要不我跟这位老师傅一人做一盆，
让贵客评评，省得最后砸了招牌都说不清。好，比就比。小吴师傅，你备的这是五花肉吧？当然，五花肉肥瘦相间，做狮子头最香。太腻，狮子头讲的是个嫩字，得用前腿夹心儿，3分肥7分瘦。赶紧按郑师傅的要求去准备，剁出来才弹牙，入口才化得开。这个刀工1秒钟得多少下？我学了8年，剁不出这个节奏。手上的功夫做不了半点假，行家一搭眼就知道你几斤几两。狮子头的魂在这摔子上，摔够300下，肉才抱得住团，找一下下锅就散。师傅，我服了。20年没做这道菜了，今后我要让每一个看不起我的人把嘴闭上。就是这个味儿，整整20年，我找了20年啊！钱老，您这是？小苗，去把做这道菜的师傅给我请进来，我要当面谢谢他。是你，钱万山，德望，真的是你！你这个老东西，20年了，你躲哪儿去了？多少人找你，连个影子都摸不着。你知道这位钱老是谁吗？龙国餐饮协会终生名誉会长钱万山，他在这个圈子里跺一跺脚，半个龙国的餐饮界都得抖3抖。我的老天爷，师傅他认识这种大人物。德望，当年你正当红，多少家大酒店开着天价请你，你怎么说退就退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老伴儿走得早，撇下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又当爹又当妈，白天黑夜连轴转，哪还顾得上灶台？难为你了，难为你了。这些年东躲潜藏，就怕老熟人看到我落魄，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，娶妻成家。我以为我这辈子的任务算是完成了，没想到啊，到头来是被自己亲儿子撵出了家门。岂有此理！你郑德望一身的本事，全国多少厨子做梦都想拜你为师，他一个当儿子的竟然嫌弃你。钱老，家丑不外扬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认了。认什么认？这事儿我管定了，我牵头给你办一场民间宗师复出宴，全城的餐饮界同行、报社记者，我一个不落，全请来。我倒要让那些有眼不识泰山的人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大师。钱老，使不得，犯不着这么大动静。必须大动静！明珠在土里埋了20年，也该是让他重见天日、大放光彩的时候了。德望，你信我一回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离了那个家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有重见天日的这一天。师傅，今天的酬劳，苗总刚刚打过来了，您快看看。一单5万。师傅，您这是要时来运转发大财了。您当年要是早点出山，何苦受那些窝囊气儿？小海，这笔钱我想先拿去做件事儿。师傅您说，您尽管说。我那条老巷子里有几个老伙计，当年都是聚仙楼响当当的人物，如今老了，跟我一样，被儿女嫌弃，整天凑在一块喝闷酒打发日子。我想拉他们一把。哟，德望来了，听说你被儿子撵出来了？撵出来好，咱们这几个谁不见心不烦？我那儿子前阵子把我撵去阳台睡，说我打呼噜吵着他媳妇儿了。我那点退休金刚一到账就被儿媳妇拿走保管了，我现在买包烟都得跟他伸手要。我这条腿是当年在后厨摔的，儿子嫌我走路慢，干不了活，把我送去敬老院，半年都不来看一回，我自个儿跑出来的。我今天来就问你们仨一句话，还想不想干回咱们的老本行？德望，我都7、8年没揉过面了，这手早就生了。再说，谁还要我们这几把老骨头？我要，我接了个大单子，正缺人手，1个月我先给你们每人开1万。1万？德望，你不是
不是在汪我们这几个老头子吧？我郑德旺活了62岁，什么时候诓过人？一早都把家伙事儿收拾利索，跟我重出江湖。这才是真正的功夫，我们学的那些都是花架子。郑师傅，您这几位老伙计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国宝啊！苗老板，老一辈一刀一勺传下来的手艺，不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。我们这些老头子，别的不敢说，手上这点真东西丢不了。当年在聚仙楼，我们4个被人称作4大灶王，如今老兵归队了。今天才知道，我连您后厨的门都没摸着，求您收我为徒。起来，先回答我一句话，你学这身手艺图什么？我想出名，想多挣钱，想当总厨。那你跪错人了。我问你，知道这道翡翠狮子点是谁传给我的吗？是我师傅。当年闹饥荒，他自己饿得啃树皮，把仅有的半块肉剁碎了，做成一颗狮子头，喂给快咽气儿的徒弟。那个徒弟就是我。他临走前攥着我的手说：“德榜啊，这手艺是咱龙国老总一代一代用命传下来的。”师傅他到了你手里，你不能让他断在你这一辈。你们一个个嫌我们老，嫌我们土，嫌我们一身油烟味儿，可你们想过没有？再过20年，等我们这帮老骨头都进了土，这些手艺谁来接？小吴，我不是稀罕你那一声师傅，我郑德傲这辈子从没把手艺当成自个儿吃饭的私货。只要你人品立得正，心里头存着对这口锅的敬重，我郑德旺绝不藏私。我会把这一身的东西，连一颗狮子头要摔够300下的规矩，原原本本全都交给你。我就一个念想，龙国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到我们这儿不能丢。师傅，徒儿记住了。手艺这东西攥在一个人手里是本事，传给货人才是根。走了正好，省下一张吃白饭的嘴。可是小宝上下学没人接送了，家里这一摊子家务也没人做了。请个钟点工不就完了吗？能花几个钱？我要爷爷，我想吃爷爷做的狮子头。哭什么哭？再哭，把你也一块送走。钟点工1个月4500，这1礼拜光点外卖又花了3000多，这才几天啊！我爸在家那会儿1个月800块生活费，里里外外全包了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你还有脸提你爸？要不是你这个当儿子的没本事，撑不起这个家。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怎么心疼你那个废物老爹了？他要真有本事，能60多岁了还被亲儿子撵出家门，哼，这会儿指不定在哪个桥洞底下蹲着呢。我爸真的就这么走了？郑师傅，请问您退隐20年，为何选择在此时复出？因为我想告诉所有人，手艺人不该被人瞧不起。再不起眼的老头子，只要手上有真本事，就值得被人尊重。这句话我要说给那个嫌我一身油烟味儿把我撵出门的家人听。郑师傅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空口无凭，谁知道您是不是真的郑德旺？别是随便找个老头来撑场面的吧？口说无凭，那我现场做一道。这位老板，您点。哼，那就翡翠狮子头，我倒要看看真宗师还是假把式。郑师傅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这味道全城再无第2人能做。各位同仁，20年前这道翡翠狮子头惊艳了整座城，20年后的今天，
他的创造者郑德旺宝刀未老，风采更胜当年。建国，你快过来看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我爸。你爸是国宴级的大厨，年薪60万，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从来都不提。我只知道他会做饭，谁知道他……好你个老头，这恶真够深的。这要是早知道……师傅，您火了，您彻底火了！您那条付出做饭的视频，短视频平台上点赞都破200万了。我一个糟老头子，火什么火？评论区里全是请您去坐镇掌袍的，还有美食博主想来拜师的。师傅，您这是要一飞冲天啊！小宝，郑师傅实在对不住啊，这孩子天天哭着喊着找您，饭也不肯好好吃，瘦了一大圈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瞒着他爸妈偷偷把他带过来了。小宝，是不是想爷爷了？爷爷，你别走，妈妈做的饭一点都不好吃，我就想吃你做的狮子团。好，爷爷给你做，爷爷这就给你做。这孩子是那个家里头唯一一个和他亲近的人。爷爷，还是你做的最好吃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师傅，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可他那对爹妈，这事儿您打算怎么办？孩子是无辜的，大人造的孽，不该让孩子来背。你胆子不小啊！谁让你私自带孩子去见那个老头的？孩子哭得太厉害了，我实在是……小梅，你先别急着发火，我爸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你说的对，他如今可是名满全城的大厨了，年薪60万，还有人重金请他坐镇。建国，咱们是不是该上门去给老爷子赔个不是？我们之前把他撵走，他能搭理咱们吗？他就那么一个亲儿子，还能跟你记一辈子仇？走，明天就去，把小宝也带上，老头最疼这孩子。爸，您让我们一家好找啊！来干什么？爸，之前都是我不懂事，一时糊涂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我们计较。跟我们回家吧，家里都给您把房间收拾好了，就等您回去享福呢。收拾的哪间房间？储物间？不，是主卧，朝南那间大主卧。恭喜啦！我和建国搬去住小间，让您住最好的。见我有钱了，连他们住的主卧都肯腾出来了。建国，我问你，我被撵走的那天晚上，是谁指着我的鼻子叫我滚的？爸，那都是一时气话。我给你们当了3年保姆，1个月就50块零花钱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来叫我回家？我蹲在公交站一夜没地方去的时候，你们谁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？爸，过去的那些事儿，咱就别再提了嘛，多伤感情。现在我1年能挣60万。你们就这么上赶着，一口一个爸地叫上了？脸呢？2位的脸还要不要了？前脚把人撵出门，后脚见人发达了又来认爹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爸，我承认以前是我们对不住您，可话说回来，我是您唯一的亲儿子，小梅是您唯一的儿媳妇，您挣下的这份家业，将来不还是要留给我们的吗？留给你们？对呀，爸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您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小宝的。我那几个老伙计，吴师傅、老钱、孙瘸子，比你这个亲儿子跟我亲。郑德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挣的钱凭什么留给几个不相干的外人？我挣的钱，我爱给谁就给谁。这事儿
轮不到你管。那是我们老郑家的钱，你是建国的亲爹。按法律规定，你100年之后的遗产，第一用位继承人就该是建国。出去！法律？你们把我撵出门的时候，怎么不跟我讲法律？妈妈，我们能不能不走？我想跟爷爷在一起。走！这老头不要咱们了，咱们也不稀罕。行啊，敬酒不吃，偏要吃罚酒。他不是火了吗？他不要把钱给外人吗？我就让他这把火烧不起来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他现在是公众人物，你别乱来。公众人物最怕什么？最怕名声臭了。他对我不仁，就别怪我对他不义。我倒要看看，等全网都骂他是个抛妻弃子、虐待老人的老东西，他还笑不笑得出来？郑师傅，德望楼3个月后就要开业了，您这块金字招牌往那儿一立，半个城的食客都得闻风而来。苗老板，店可以开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您说，您尽管说，多大的条件我都答应。德望楼的后厨专门招收60岁以上，身怀手艺却被家里嫌弃，被人当成累赘的老师傅。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看看，老手艺人老了也照样能撑起一片天地。郑师傅，您这份心胸气度我服了，就照您说的办，这事儿我亲自来盯。德望，我都这把岁数了，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穿上这身白褂子。我那儿媳妇要是知道，能气死。老伙计，咱们这身手艺终于又有人要了，往后谁也别想再嫌弃咱们。我们这些人不是被时代淘汰的废人，我们是压在箱底蒙了灰的真宝贝。网红大厨郑德旺，光鲜亮丽背后的真相：年轻时抛妻弃子，薄情寡义；老了又霸占家产，虐待孙子，把儿子一家逼得走投无路。小梅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编排这些子虚居有的事儿？我妈是病死的，跟我爸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这么写，钱怎么能要回来？你动动脑子想想，等他名声臭了，被全网骂了，到时候还不得反过来求着咱们帮他平息舆论？钱不就任由咱们开价了吗？这也太缺德了。你要是没这个胆子，那就睁大眼睛看着那老头，把几百万的家产全都送给几个不相干的外人。你儿子小宝以后喝西北风去。师傅，出大事了，网上有人黑您。是他干的。师傅，咱们不能就这么忍了，咱们去找调解中心告他诽谤。郑师傅，麻烦了，德望楼的几个合作方。看到这帖子，今天打电话来说要再观望观望，还有2个预约的大客户把定金退了。这帖子明摆着是冲着您来的。德望，是不是我们这把老骨头连累你了？要不这店咱别开了。谁也没连累谁，这事儿是我家里那点烂账，我来收拾。师傅，您还忍？都骑到您头上拉屎了。不是忍，是等。他想用舆论这把刀来逼我，那我就把这把刀反手握过来，捅回去。想拿良心来跟他赌，他那个人根本就没长这东西。城里那档收视率最高的调解节目《家长里远》，前阵子一直想请我去上一期，我一直没答应。现在我答应他们。您要上电视，把这家丑闹到全城人面前去。现在舆论对您不利，这风险太大了。正因为舆论对我不利，才更要去。有些话关起门来说一辈子也说不清。
那就干脆当着全城人的面一次说个明白。建国，家长里短节目组请咱们一家上节目，你媳妇儿不是想让我名声扫地吗？让她也来，当着主持人，当着全城观众的面把话说清楚。爸，您这是要来不来？你们自己掂量，不来那就是心虚。我爸他怎么这么有底气？小海，这里头的东西，明天上节目你给我带着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师傅，带这些做什么？一张嘴说100句，不如把这些东西往桌上一摆。证据这东西比眼泪管用，他哭他的苦情，我亮我的真章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最近备受全城关注的名厨郑德旺师傅，以及他的儿子儿媳。网上那篇帖子想必大家都看过了，今天就让两边把话当面说清楚。主持人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我这个公公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，老了又翻脸不认人，有了几个臭钱就要把家产全送给外人，根本不管我们一家死活。看吧，果然是个老渣男。郑师傅，对于儿媳的这番说法，您怎么回应？我先不急着说，我今天带了几样东西来。小海，这条围裙是我在儿子家住的3年里，每天系着，给他们一家老小做饭用的。这只豁了口的碗是我吃饭的家伙，他们一家用的是整套的新瓷器，单单给我一只缺口的。那是你自己非要用的，我们买了新的你不用。爸，明儿早上6点起来买菜做早饭，手脚利索点，别一身油味往客厅里凑。你爷爷那破菜有什么好吃的？那储物间您不是住的挺好吗？这是断章取义，你偷偷录的，根本不算数。李女士，这录音里的话确实是您本人说的吗？我当时是被气糊涂了。我给他们当了整整3年保姆，1个月只有50块零花钱。我那亲家公一上门，他转手就买200块一盒的进口糕点，380洗一件西装，却嫌我做的一整桌菜浪费了30块钱的菜钱。太过分了！这哪是儿媳妇，这分明是把老人当下人使唤。小宝，告诉大家，爷爷是不是经常打你骂他？是不是不给你饭吃？你说啊！没有，爷爷对我最好了。爷爷会给我做狮子头，会背我上学，会把肉夹给我吃。是妈妈不让我吃爷爷做的菜。小宝，你胡说什么？妈妈不是教过你？爷爷说过，做人不能撒谎，我不要撒谎骗人。我想爷爷。够了！建国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我来说，这些全都是真的，一个字儿都没夸大。我妈走得早，那年我才上小学，是我爸一个大男人，又当爹又当妈，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。他白天黑夜在后厨连轴转，省下每一分钱供我读书。可我成了家以后，嫌他以后，却嫌他土，嫌他穷，嫌他一身的油烟味儿，让他睡杂物间，吃缺口碗里的剩饭。这小子心里头那点良心，到底还没全黑透。给我们一家当不要工钱的保姆。你疯了！你给我挣5万块，帮着外人来对付自己的老婆。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亲爸，是我亲爸啊！根据节目组技术部门的鉴定，那篇恶意诽谤帖子的发布账号、注册信息和 IP 地址全部指向林小梅女士本人的设备。林女士，对此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造谣秦公公，还教唆孩子作伪证，丧尽天良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建国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今天站出来，是因为我有钱了，还是因为你心里真的知道错了？爸，我不要您1分钱，我今天站出来，就是想让全城人都知道，您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父亲。起来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是我郑建国这个当儿子的不孝。郑师傅，那您打算原谅他们吗？我这辈子最骄傲的，不是创出了那道名动全城的翡翠狮子头，是我一个人把这个儿子拉扯成了人。儿子做错了事，可到了节骨眼上，他还认我这个爹，还教出了小宝这样不肯撒谎的好孩子，这就够了。但是你，林小梅，捏造事实，诽谤长辈，还教唆孩子做伪证，这笔账调解中心会找你算。郑师傅，德望楼开业大吉，财源滚滚。德望啊，你这把年纪，干出了多少年轻人一辈子都干不成的大事。钱老，我这一辈子就想证明一件事，人老了不是家里的累赘。孙叔，这刀功我得练多久才能出师？你爸当年光这一手就练了整整3年，你小子慢慢来，别急，从最底层的杂工做起。他主动来学厨了，从最底层做起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小梅，离婚协议我签了，孩子归我。你为了那个老头跟我离婚？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想我儿子长大以后也变成一个嫌弃爹妈的白眼狼。爷爷，我这样捏对不对呀？对喽，我的乖孙，这门手艺往后就传给你。爸，3号桌的翡翠狮子头好了，我给客人端过去。端稳了，慢点走，小心烫着。请问，你们这儿真的肯要我们这样的老头子吗？要，怎么不要？来，老哥哥，系上围裙，咱们一块儿把这身好手艺接着传下去。62岁那年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到头了，如今才明白，那不过是我这桌人生宴席上刚端上来的第2道菜。